婆婆一身反骨，千叮咛万嘱咐她不要打开档案袋，扭头她就打开了，导致女儿公务员政审环节被淘汰，找她算账。她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老公和儿子也怪我小题大做，不尊重长辈，档案补不了，找不到工作。三人欢天喜地开始给女儿找婆家，结果那男人强暴了女儿后，活活折磨她致死，但只因200万，全家一口咬定女儿是自杀。我受不了打击，捅死了男人，然后迷晕了一家人，点燃了煤气，再睁眼，我要把刀子扎在他们身上，看看疼不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拿起档案袋，刚准备撕开时，被我一把抢过。我重生了，前世女儿大学毕业后，档案被她拿回了家，她千叮咛万嘱咐，千万别动。她回家取个身份证和其他证件，然后就把她送到人才服务中心。可扭头的功夫，婆婆拆开了，气得女儿呜呜直哭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特别重要，不可以拆开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就是好奇里面是什么。她丝毫不见愧疚，反而满脸委屈。不就几张破纸吗？你至于这么说话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奶奶。丈夫不由分说扇了女儿一巴掌。你就是这么和你奶奶说话的？她是你的长辈，动你东西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你自己的东西你不收好，我替女儿说话，也被甩了一巴掌。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没了档案，导致公务员比面试均第一的女儿因政审不合格被淘汰。我带着她去补，但不给补。没了档案的女儿接连找工作被拒，婆婆还阴阳怪气，早就说女娃读书没用，当初要不是你坚持，嫁给我介绍的那个包工头多好，人家有房有车。我是乐乐的奶奶，还能害他吗？我默不作声地带着女儿继续找不档案的方法，以及寻找合适的工作，想着先解决此事，然后再提离婚，带着女儿独立生活。可我把一切想得太理想化了。那天我刚带女儿回家，客厅中坐着一个大肚便便的中年男人，见我们回来，油腻又猥琐的视线放在女儿身上。我挡在女儿身前，不悦地看向婆婆。婆婆站出来介绍，他是安少康，之前我就给乐乐介绍过的，但当时你拦着，死活不同意。那时我女儿刚满18岁，高中毕业，他就要给我女儿介绍，被我严词拒绝，又骂了一顿后，才断了念想。没想到又卷土重来了。他不是结婚了吗？前段时间刚离。男人挠挠后脑勺，小声道：“也就我们乐乐运气好，赶上了。少康可能赚钱了，年入100万，嫁过去就是享清福的。”婆婆露出自豪的表情，像是她立了大功一般。这回你们可别揪着我打开她档案袋的事了。有这么好的亲事，做梦都能笑醒了，却没注意到我越来越黑的脸色。你做梦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想嫁自己嫁过去，不给她发火机会。我带着女儿出了门，然后打电话和宋霆锋提了离婚。在外面重新租了个房子，想带着女儿重新生活。可我低估了他们的不要脸，趁着我不在，他们把女儿骗回了家。那男人强奸了女儿，还活活把她折磨死了。我接到了医院的死亡通知，女儿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青紫伤痕，不忍直视。可以想象到女儿生前受到了怎样的非人虐待。但男人以及婆婆和老公儿子却统一口径，女儿是自杀。在等着法医鉴定期间，我回了趟家，我等不及了。几人见我脸色一变，特别是婆婆，不由分说要把我往外赶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
从前你用心良苦，是我不懂，你放心吧，这次我回来是想求您原谅的。儿子满脸警惕，你是不是知道200万的事了？什么200万？哪有200万？孩子胡说八道。宋霆锋赶紧捂住他的嘴，生怕他再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他们会睁眼说瞎话，只因为200万就放弃了自己的亲人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嫁进这么一个虎狼窝。我当作没听懂，继续说，我做顿丰盛的晚餐，把少康也请来吧，误会人家了，就当作赔礼道歉，不用你做，你赶紧走吧，都离婚了，还回来干嘛？婆婆直接拒绝。她可没忘记在医院时我那满脸的恨意。谁知道这顿饭是不是鸿门宴？霆锋，我后悔和你离婚了，现在女儿没了，娘家也不认我，我只有你们这些亲人了。我开始示弱，说自己多么后悔，现在过得有多惨。几人警惕的视线逐渐转为嘲笑与讥讽。虽然不能复婚，但家里还缺一个免费的保姆，倒是可以收留你。宋霆锋大发慈悲地施舍道，我则装作感恩戴德。进了屋，晚饭，婆婆成功叫来了安少康。她刚开始见我时还带着警惕，听了婆婆的解释后才松了口气。几人开始大快朵颐。酒过3巡，安少康喝得迷迷糊糊的，开始大放厥词，说出了那晚他如何强迫女儿的细节。婆婆和老公非但不阻止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还要附和几句，都是女儿自找的，不懂事。我在厨房听得拳头都硬了，看着早就打开的燃气阀门，冷笑一声。趁着几人喝得迷迷糊糊，我站在卫生间门口，冲安少康抛了几个媚眼，然后指了指门，推门进去了。角度原因只有他看到了。喝得醉醺醺的他精虫上脑，露出一抹淫笑，紧随其后。一进屋便迫不及待抱住我，淫词艳语不堪入耳。安少康，我强忍住恶心感，靠在他耳边轻声道，你必须死，而且要死在我手里。没给他反应时间，锋利刀子扎进他的腹部，他想大叫求助，被我死死捂住嘴，另一只手又快速捅了多刀，直到他彻底没了声息，我才松开捂住他嘴巴的手，然后用刀扎烂了他的下面。做完一切后，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洗手洗脸。等我出去时，除了身上大片的血迹，根本就看不出来我刚刚杀了人。婆婆率先发现，叫出了声，你做了什么？宋霆锋被我吓得站起身，想要往外逃，但门锁早就被我用胶水粘住，死活打不开。两人被吓得跪地求饶，儿子也跟着一起哭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啊？我是你亲生的儿子啊。是啊，你们为何能如此狠心呢？乐乐不是你们的家人吗？紧接着打开了打火机。你干嘛？我就是看看，至于吗？婆婆见我一副防贼模样，有些不满。她不允许这个家有人忤逆她。公公走得早，她一把手带大宋霆锋，说一不二习惯了。儿子宋德志小时候起了水痘，会传染。我把女儿送回了娘家，亲自照顾她，让她不满，还掏出一套说辞。我小时候家里一群孩子得了水痘，不也都在一起生活？你就是太惯着孩子了，这样养大的孩子太娇气。等宋德志长大后，就变成了我偏心，怕他传染姐姐，给姐姐送走了。我后来和宋德志解释了几次，但他都不相信我，渐渐同我越来越疏远。妈，我就是要把这个递给乐乐，怕他一会儿走的时候忘了。他听见我的解释，脸色好看了几分。我怕他又闹出什么幺蛾子，赶紧把档案袋递给女儿，催促着他交到有关部门。这什么急？先吃饭啊！
等他回来再吃吧，那边要得急。我冲女儿使了个眼色，等他出了门，才放下心来。这辈子我要让他自食恶果。至于宋霆锋和宋德志父子，他俩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？我倒要看看刀子扎在他俩身上疼不疼。没有婆婆的破坏，女儿顺利通过了政审，成功上岸。乐乐年纪也不小了，不如为女儿庆祝的餐桌上，婆婆眼睛一转，提议道：“上次我说的那个安少康，就是当包工头那个，他离婚了，可有钱了。妈，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乐乐现在已经公务员上岸了，在政府里工作，说不上能碰到更优秀的，到时候还能多提携小智和霆锋。”我故意这么说，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，两人也帮我开了口。妈，林慧说的对，这事先不急。宋霆锋在政府部门看大门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过，早就希望能往上提，做个后勤部小官之类的。更别说宋德志了，还在上大学，马上就要大4找工作了。是啊，奶奶，我妈说的有道理。姐姐要是找了个厉害的姐夫，对我们一家都好。婆婆脸色阴沉如水，两人都没同意她的提议，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。我出来打圆场，妈，这事先不急。比起乐乐，更让我担心的是小智。他上个月刚和女朋友分手，有些担忧他的心情。闻言，婆婆眼神一亮，整顿饭吃完也没再说什么。几天之后，她就领着一对母女来我家了。女孩打扮得很漂亮，配我那儿子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我让婆婆在她认识中的人里找找，果然找到了上辈子让她嗤之以鼻的女孩。但我还要装作一脸不知的看向她。妈，这是……我也是担心小智，给他介绍个女朋友。这是我几十年老朋友的孙女，放心吧，小姑娘人品没问题。婆婆招呼着还在房间里呼呼大睡的儿子。等她收拾干净出来后，本来一肚子气，怪婆婆乱做主的她，在看到小姑娘时，眼睛都直了，暗中给婆婆竖了个大拇指。几人相谈甚欢，确定了关系，快得让沉浸在幸福中的两人都没注意到。女孩轻抚着肚子，和她妈妈交换了个眼神。宋德志对女孩可谓是千依百顺，之前还因为分手的事情要死不活的，转头就忘了个彻底。很快女孩就怀孕了，宋德志请假回来结婚。整个婚礼下来，他的嘴角就没落下来过，逢人就夸这是婆婆给他介绍的。我站在一旁含笑不语。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有的是时间让她哭的。女孩嫁进来之后，婆婆可以说是1000个满意，10000个满意。某些人还不愿意让我介绍，我这眼光还能害自己的孙女不成？很快，宋德志就毕业了，同女儿宋乐乐一样，档案同样寄回了家里。妈，这个档案你可千万别拆，这对小智来说很重要。我故意在他面前提起，然后要像是怕他拆一样，让宋德志把它藏起来。婆婆被我气得涨红脸，你防贼吗？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，就连儿子也不理解我的做法。妈，你不至于吧？都跟奶奶说了，他就不会拆开的呀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还是一副为他好的模样，还是收起来吧，安心。儿子还是不以为意地拿着档案回房间了，却没注意到身后婆婆那阴沉的面容。次日一大早，被暴跳如雷声打断睡眠。怎么了？我打着哈欠出门，直接儿子拿着已经被打开的档案袋，质问着眼前像个缩头乌龟一样的婆婆。都跟你说了，这个不能打开，你为什么要打开？我就是想看看里面是什么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再给他封上口，不一样吗？见宋德志还在生气，
他索性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打都打开了，能怎么办？要不你把我杀了，泄愤。见如此熟悉的一幕再次发生在眼前，我差点笑出声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不知后来婆婆如何哄好的宋德志的。总之是不怀好意，我怕他们再次把主意打到女儿身上。女儿因为工作地方离家远，我便让她在附近租了房子，又告诉她这个家除了我，其他人的话都别信，怕她走上上辈子的老路。好在女儿特别听我的话，也很少回来，直到婆婆又不死心的要把乐乐介绍给安少康。妈，奶奶说的也不无道理。这次宋德志也站在了他那边帮着说话。安少康年纪是大，又离了婚，但是他有钱啊，而且我的档案被奶奶毁了，找不到好工作了。安少康还答应让我跟他一起包工。呵，人在无语至极的时候，确实能笑出声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呀，怪不得呢。行啊，我会告诉乐乐的，让他回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下死手了。晚上再次看到那恨之入骨的脸，我强忍着不适，假装道：“乐乐晚点再回来，今天是他领导的生日，让我们先吃，别等他。”安少康有些失落，但也没持续多久。我给众人盛好汤。安少康那晚是我特意跑到市场买了牛鞭家里的，见他喝下去，我才放心。好戏开始了，婆婆这么喜欢保媒牵线，那我给她的这段姻缘，她可要好好珍惜呀。时间一分一毫过去，女儿还没回来，婆婆有些埋怨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第一次见面就让少康等这么久。他那边吃完饭之后，领导又带着他们去唱歌了。我胡乱地编着瞎话，其实我根本就没告诉女儿这件事，免得她听见之后担心。而且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越少的人知道越好。你再给她打电话催催，这么大人了，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？我点点头，装模作样的拿起电话。妈，要不让少康晚上别走了，他喝了这么多酒，不安全。闻言，婆婆神色一喜，那正好，让他住乐乐那屋，小两口趁机培养一下感情。你最近长进不少，慢慢和我多学学。你呀，就是脑子太死，不知道变通。他以为我很满意安少康，还恬不知耻让我和他多学学。我呸，和他学什么？一身反骨，加上一肚子的坏水吗？这死老太太竟然敢让陌生男人住自己孙女的屋里，真是坏到骨子里了。但表面上还是点头附和，都听妈的。喝得酩酊大醉，男人在婆婆和儿子的搀扶下睡在了我女儿的床上。可能是怕自己的计划失败，婆婆还特意叮嘱我，等乐乐回来了，你让他懂点事，给少康煮个醒酒汤，多照顾一下。好，我死死地掐住大腿，剧烈的痛感传来，提醒我要忍让。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他，都是女人，你还是乐乐的奶奶，为何这般害他呢？我会告诉他的。妈，你就别总出来打扰他俩了。婆婆有些不满地回了房间。夜里果然一身反骨的她，不放心地出来好几次，想要看乐乐回来没。没想到正巧被做不可描述的事的安少康撞见，把他扯进了屋里。我贴心地为两人关上了门，就等第二天看好戏了。一声尖叫打碎了清梦，只见婆婆和安少康两人衣衫不整地厮打在一起，被刚上夜班回来的丈夫宋霆锋撞个正着。操，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他怒气滔滔地揪住安少康的头发，照着他的肚子打了几拳。报警！我要报警告你强奸！本来占了上风的安少康，随着他的加入落了下风。刚刚出卧室的儿子宋德志也被这一幕吓到，反应过来的他也想上去帮忙。见此，安少康赶紧摆手以示投降。
我错了，你们想要多少钱，我给。”他瘫软在地，喘着粗气，认命般说道：“你以为有点破钱你就了不起了？我要报警，告你强奸。我都多大年纪了？要是这事被传出去，我就没脸活着了。”原来他也知道这种事要报警啊，那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的孙女呢？房间里只剩下婆婆破口大骂和痛哭声，其他人都没说话。等婆婆哭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，停止了哭声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。见她终于不哭了，丈夫宋霆锋才开口：“你能给多少钱？你还是人吗？我可是你妈妈，你竟然为了钱就要把我出卖了！”他扯住宋霆锋的衣领，破口大骂：“妈，你听我说！”宋霆锋见他态度激动，出口安慰：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要补偿才是正道。你报警，他最多进去几年，我们能得到什么？”但情绪激动的婆婆根本就听不进去她在说什么，坐在地上开始嚎叫：“天哪，没法活了！老宋你怎么走那么早？应该带我一起走的呀！”见她开始撒泼，宋霆锋也不惯着她了，一门心思是钱的他再次看向安少康：“钱少了可不行，5万。”安少康像是看到救星，犹豫地开口。见他神色不渝，马上改口：“那10万不行，最少50万。”宋霆锋开始狮子大开口：“漫天要价，不行，太多了，最多20万，要不然你就去告吧。”安少康干脆破罐子破摔，宋氏父子相视一眼：“爸，20万也行，但是要他娶奶奶，不可能。”安少康还想说什么，但被婆婆打断：“小智，连你也不站在奶奶这边。”婆婆不敢置信地看这个她亲手教养出来的孩子：“奶奶，安叔叔可以帮我找工作呀，你忘了，是你把我的档案袋撕开的，害得我找不到工作，你要补偿我。”闻言，婆婆更加气急败坏：“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有没有良心了？就和你爸爸一样，是个冷心肝的。”宋德志被他骂得有些不耐：“奶奶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不也想这么对待我姐来着吗？怎么换成你自己就不行了？”一句话道破了两人的计划。婆婆被心虚的想要捂住她的嘴，但已经晚了。“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乐乐是您的亲孙子啊，该我出场了。”她也知道这是她不占理，像一只蔫了的公鸡，蜷缩着不敢再吱声。“你们是不是疯了？要我20万，还让我娶这个老女人？”安少康此时站了出来，一改刚刚的颓败之气：“这不会是你们串通好的吧？故意给我在我面前演戏是不是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见自己妈态度软了下去，宋霆锋接着和安少康的谈判：“安少康，2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？但若是你进了监狱，要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？那我也不能娶老女人啊。”婆婆快比她大30岁了，换成谁都不乐意。“那你就等着进监狱吧。”宋霆锋做事就要掏出手机报警，却被安少康拦住：“我给你们钱作为补偿不行吗？25万，我现在手头上真没有那么多钱。”“不行，现在给多少钱你都要娶我。”许久没吱声的婆婆开了口，她满眼复杂的扫视屋内几人：“否则我就没脸活了。”最后安少康还是妥协了，答应了要给20万，并且娶了婆婆。只是临走时，那满带不甘的眼神告诉我，他绝不会乖乖就范。两人很快就领了证。本来以为会有所动作的安少康，出乎意料的和婆婆相处的还不错。就在我以为他会咽了这口气之时，他提出有个1本万利的工程需要投资。婆婆和丈夫本来将信将疑，不同意投资，但耐不住安少康总在他们耳边说这件事，两人最终决定先投个1万块试试水。安少康也不负众望，
10几天后就拿回了2万。见是真的，两人逐渐上了头，开始和安少康做投资。两人利欲熏心，开始加大投资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我怎么都觉得这件事不靠谱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这不和杀猪盘一个套路吗？我可不想被拉下水，于是找借口想要离婚。但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女儿抚养权的问题。若是出了事，我能脱身，但女儿可不能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，还是读过书的人，脑子好使。我和她说后，她很快就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你就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重生之后，我不让她信任宋家人，以及远离他们。虽没说理由，但女儿每次都答应，也不问为什么，只照着我说的做。她笑眯眯地摇摇头，不问。我相信妈妈这么做有你的道理。好孩子，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的。之后，他找了一个朋友扮演黄毛，还伪造了一份孕检单子。宋霆锋看着那男孩鸟窝一样的头发，鼻子都气歪了。我们给你介绍条件那么好的你不要，你就看中个这么个玩意？我不管，我就是爱他，我就要和他在一起。女儿满脸甜蜜地挽着男孩，继续火上浇油。而且他家条件不好，没钱买房子。爸，你给我钱买房买车吧，就当是我借的。本来还在一旁看戏的儿子一听提到了钱，马上来了精神。我家以后的钱都是我的，你算什么？也好意思管家里要钱？婆婆也一脸不满，之前给你介绍的你不要，找了一个这么穷的，想要钱？做梦！我们是真爱，别想用钱把我们分开。女儿紧紧挽住黄毛的胳膊，一副没得商量的模样。而且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钱你们必须要给我。本来坐在沙发上被气得喘粗气的宋霆锋骤然站起身来，扇了他一巴掌。孽障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见女儿挨打，本来还在一旁看戏的我赶紧站出来阻拦。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非要动手？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她被气得浑身颤抖。都是你惯的，一点都不懂事。你不是说一家人吗？我现在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。你带着这个黄毛，该去哪去哪。不行，你怎么能不要女儿了呢？我假意阻拦，看向婆婆。妈，你快劝劝她呀。反骨婆婆上线，断绝关系。这种孽障留着也是个祸害，目的就此达到。拿到法院判决书的我和女儿都没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，但对于他俩来说，只是失去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毕竟儿子才是王道，剩下的就是我离婚了，人有钱就飘了。宋霆锋更甚，他辞了保安的工作，整日里和安少康还有一群狐朋狗友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。因为他出手大方，短时间里吸引了许多狗肉朋友，自然少不了女人的青睐。逐渐回家越来越晚，身上沾着口红印和香水味。小慧，你最近还是注意一下你老公吧，别做什么出格的事就不好了。为此，安少康还明里暗里用明着是好心提醒，实际却是看笑话的态度，和我说了几次，但每次我都装傻充愣混过去。这也让宋霆锋以为我舍不得和他离婚，毕竟他现在赚了那么多钱，离开他我找谁呀？也因此，他的举动愈发放肆。最过分的一次，竟然把女人带回家搞。尽管婆婆千方百计地帮忙隐藏，拖延我回家时间，但还是被下班回家的我堵个正着。宋霆锋，你不是人！我照着他的脸啪啪打了2巴掌，力气之大，震得我手都有些微微发麻。心虚不占理的他一下也不敢还手，任由我发疯厮打。倒是婆婆见我打他儿子，心疼地过来阻拦。小慧，男人都一样，在外面偷吃很正常，
我们做女人的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他一副过来人的模样教育我，我心中冷笑：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公公走了几十年了，他想出轨也没机会啊！你有什么立场这么告诉我？但面上依旧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。宋霆锋，我们结婚20多年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本来假哭的我，说着说着变成真哭了。我把上辈子受的苦都向他发泄了出去。他表情愈发不耐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神经病。够了，别哭了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离婚？我不和你过了。我和宋霆锋只知早就没有爱了。听我要离婚？他神色一喜，因为这样他就能娶真爱了。你说真的？可别后悔。那迫不及待的表情，像是看到我点头，下一秒就去离婚一样。当然是认真的，而且我们财产要一人一半。婆婆却不满意我分走她一半财产，凭什么分你一半？这么多年，你为这个家付出什么了？是宋霆锋出轨在先，他是过错方，若是起诉，可是要他净身出户的。我是看在2个孩子的面子上，才不想闹得那么僵的。婆婆听了这话，果然不再多做纠缠。此刻宋霆锋一心都是离婚再娶，也点头同意了。离婚期间，安少康那边应该是怕我分走很多钱，做了最后收尾。这可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人脉知道的幕后消息。他找到婆婆和宋霆锋，说有一处烂尾楼要被政府收购了，现在在那买房子，简直是一本万利，劝2人把所有钱都用来投资。可他是个傻的，太不了解这对母子了。宋霆锋怕他赚到许多钱之后，我分走的更多，加快了离婚进程。很快，我俩便离了婚。我带着行李离开宋家那天晚上，我和女儿在出租房里抱头痛哭。我把上辈子的事和她说了。妈，你怎么什么都不和我说呀？一个人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她被我说的吓得呜呜直哭，边哭边后怕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要和我商量一下。我也不是小孩子了，能和您一起面对。好好，我拍着她的后背，安抚道，感受到怀里的温度，我不禁庆幸，还好自己重生了，拯救了女儿，也拯救了自己。但是坏人还没受到应有的惩罚呢，真想那一刻赶快来临啊！由于我一直留意着那边的消息，很快就知道安少康跑了，还卷走他俩所有的钱。2人想要报警，但此时已经晚了。安少康还用他俩的名义借了不少高利贷，债主也追上门讨债了。林慧，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，我们还有2个孩子呢。走投无路的他求到我面前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也把钱给了安少康做投资了。我骗他说，为了让自己的谎话更有说服力，我还特意住在老破小里，就防着他这一手。要不你借我点？你也知道，我一个女人赚钱不容易。一听我要从他借钱，嗖的一下消失在我眼前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不敢来打扰我了。恰逢宋德志老婆生产，再不济也是名义上的儿子，我这个做妈的也要去看看，主要是想去看笑话。我到病房门口时，他们祖孙3代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倒是只能看到婆婆和宋霆锋在一旁祈祷，而孕妇的丈夫像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，敲个2郎腿打游戏，不时嘴里还骂几声。几人看到我也像没看到一般，生怕我跟他俩借钱一样。我慢悠悠地坐在另一边的椅子上，等待着手术结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医生才从病房里出来，只是他脸色有些古怪地看着我们。谁是孩子爸爸？玩游戏的宋德志终于放下手机，走过来。我是。
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是男孩。医生摘下口罩，神色复杂，但沉浸在这个喜悦中的三人根本没注意到，特别是婆婆拉着医生的手，喜极而泣。谢谢，谢谢医生，我们老宋家有后了。医生僵硬地抽出手，你们还是先看看孩子吧。说完，护士便抱着孩子出了产房。几人看到孩子的时候，脸都绿了，只因这孩子竟是个黑皮。半晌之后，婆婆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会是黑人呢？”医生和护士也尴尬的脚趾抠地，见过离谱的，没见过这么离谱的。反应过来的宋德志暴跳如雷：“好啊，这个小贱人竟敢让老子当接盘侠，老子弄死他！”闻言，医生赶紧拦住他：“先生，请您冷静。这里是医院，不可以大声喧哗。老子被戴了绿帽子了，还不许出口气。”医生冷静地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，抢救是最便宜的设备，也要几十万。提到钱，宋德志蔫了。倒是宋霆锋愤恨道：“怪不得当初他家那么着急呢，连彩礼都不要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上一世这对母女，我曾在婆婆口中听说过，因为当时婆婆没给宋德志介绍，接盘的是另一家，也是等孩子出来之后才知道，这对母女挺厉害，即使生了个黑人，谎言被拆穿，也还是搜刮了那一家不少钱。所以每婆婆提起这对母女时，总会鄙夷且庆幸，还好我家没碰到这样的，否则真就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丢人丢大了，这辈子就让她尝到了。跟着女孩进了普通病房，但她麻药还没过劲，昏迷中。于是宋德志便把怒火发泄到婆婆身上，啪一声响亮的巴掌声，婆婆应声倒地。你敢打我？她捂着脸，不敢相信这是她从小疼到大的孙子对她动了手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给我介绍了这么一个贱女人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吗？还有，要不是你算计杨乐了，给他介绍安少康这个白眼狼，结果自己中招不说，还连累了我们所有人，都是你，你就是个祸害。说完，不解气地朝着他又踹了2脚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宋霆锋，你就这么任由你儿子踹我呀？妈，我觉得小智说的有道理，你确实太过分了。我们今天的下场都是你一手促成的，见没人向着他。一生惯会撒泼打滑的婆婆躺在地上，哭得满地打滚。我活不下去了，儿子和孙子都欺负我这个孤家寡人。老头子，你带我走吧。每都是这套说辞，令人厌烦。但我看的确实津津有味，今天真是来对了。要是有个爆米花就更好了。他哭了半天，也没人理他。往日里，因为不涉及到自身利益，宋家父子是无条件站在他那边的。可现在，宋德志满脸厌烦，一句话打断他的无理取闹。不想活就去死。病房陷入死一般宁静。婆婆刚站起身来，女孩妈妈才姗姗来迟，但显然她还并不知道这个噩耗，也没注意到气氛的压抑，满脸趾高气昂。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最需要补补身体了，你去买点甲鱼炖了，给你媳妇补一补。她随手指向宋德志，不提还好，一提便勾起了宋德志的怒火。这女孩怀孕的时候没少折腾宋家人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宋德志上去就是一巴掌。喝你妈的汤，竟然让老子当绿王八！女孩妈妈被打得一懵，反应过来是事情暴露了，但她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，在屏幕上划了几下，递到几人面前。先看看这个再说吧。屏幕里出现宋德志强迫女孩的一幕，你要么就乖乖认下这个孩子，对我女儿好一点，要么就离婚，
分我们一半的财产，否则我就拿着这个去警察局报警，告你强奸。”没办法的宋家人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他们想离婚，但女孩不同意，因为分给女孩的只有债务，但不离婚，女孩又不想和他们一起还债。最后，女孩母女只能认栽离婚，但不承担任何债务。而警方也探查到安少康的下落了，只是找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初步怀疑是被高利贷砍死的，因为他赌博，从高利贷那借了上千万，还不上被杀了。而之前和宋家母子说的投资也都是骗人的，钱都被他拿去赌博了，输了个精光的他，又被高利贷追债，所以才卷走了所有财产，跑了。后来听说宋家人因为还不上钱，宋霆锋被砍了手脚，要饭还钱。宋德志被挖了器官还债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而婆婆闻此噩耗，心脏病突发，死了。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。妈，我升职了，好好。女儿真给妈妈长脸。晚上妈妈给你做顿大餐，外面阳光明媚，风景无限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